你有没有想过，历史上最拼命的皇帝是怎么离开人世的？不是倒在战场上，不是因为年老体衰，而是在一个平静的深夜里突然倒下，从身体还算硬朗到彻底咽气，只用了短短48个小时，连一句完整的遗言都没来得及留下。民间却流传着他死时没了脑袋，成了无头鬼的故事。今晚要讲的故事比任何悬疑小说都要精彩。主角是雍正皇帝，一个被误解了300年的男人。他活着时被骂成暴君，死了后却被编成最荒诞的复仇传奇。但真相呢？真相比传说更加残酷。你一定听说过那个流传了300年的复仇故事。很多人在北京旅游时，导游还会特意提起它。故事是这样的：雍正13年8月23日深夜，子时刚过，圆明园九州清验殿里灯火通明，雍正皇帝还在灯下批阅奏折。突然，一个黑影像鬼魅一样闪进殿内。这个黑影就是吕四娘，她身怀绝世武功，是来为家族报仇的。她的爷爷吕留良因为文字狱被雍正下令戮师示众，满门抄斩，只有吕四娘侥幸逃脱。她苦练10几年武艺，就为这一刻。刺杀过程惊心动魄，她避开层层侍卫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雍正抬头时已经来不及，一道寒光闪过，人头落地。吕四娘提着皇帝的脑袋飞檐走壁，消失在夜色里。第二天早上，侍卫发现无头尸体。乾隆为了保住皇室颜面，命工匠铸造一个黄金脑袋，安在雍正身上下葬。从此，雍正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戴金头的皇帝。这个故事听起来多爽啊！灭门惨案，女侠复仇，深宫刺杀，无头悬案。它满足了人们对暴君必有恶报的期待。在民间眼里，雍正是搞文字狱、杀兄弟、整官员的暴君，活该被砍头。但是这个精彩的故事有一个致命问题，它是假的。让我们用逻辑来分析一下。首先，安保级别完全不对。圆明园是皇家园林，戒备森严，外围有巡逻队，内廷有侍卫，贴身还有护卫。吕四娘就算武功再高，也不是隐身人，怎么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？其次，物理限制摆在那里，人的脑袋大约5到6公斤重，砍下来后提着这么重的东西，还要飞檐走壁逃跑，这不符合常理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个故事的真正作用不是记录历史，而是宣泄情绪。为什么民间需要这样一个故事？因为雍正活着时得罪了太多人，他整顿吏治，得罪贪官；他摊丁入亩，得罪地主；他搞文字狱，得罪文人。这些人不甘心当面反抗，死后就在精神上砍他的头。头颅代表尊严，让皇帝无头而死是对权威的最大践踏。他满足了受害者希望暴君死得难看的心理。所以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故事是情绪的事实，不是历史的事实。它反映的不是雍正怎么死的，而是人们希望他怎么死。那么真相是什么？要解开这个谜，我们需要放下成见，重新审视官方记载。清实录对雍正之死的记录只有短短几句：8月21日，上不遇；22日，上极大见；23日子时，龙御上宾，就这么几句话。一个皇帝从有点不舒服到病重，再到死亡，整个过程只用了48小时，记载却惜字如金，这正常吗？要知道，康熙皇帝临终前，实录记载的极为详细，什么时候发烧，什么时候神志不清，什么时候叫来皇子，什么时候立遗嘱，事无巨细，几千字都有。而雍正呢，3句话就打发了。更奇怪的是乾隆的反应。按理说，父皇驾崩，新皇帝第一道圣旨应该是安排丧礼，
稳定人心。但乾隆的第一道圣旨却是驱逐圆明园的所有道士。圣旨原文强调，诸道士皆着离园，永不许入园，并不许在外造言生事。还特意说朕即位之初，不愿见此辈等。道士未曾喂药，有赦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翻译过来就是，我父皇的死跟这些道士喂的药绝对没有关系。乾隆越是强调没有关系，越是暴露了有关系，这就是典型的此地无银300两。如果真的没关系，为什么要特意澄清？如果道士真的没问题，为什么要连夜驱逐？更蹊跷的是，雍正死前的细节被刻意抹去了，史书上找不到他的遗言，找不到最后几天的起居记录，甚至找不到明确的死因。这对于一个事无巨细都要记录的朝代来说，实在太反常了。唯一的线索来自一个意外发现。1980年代，史学家在清宫档案中找到一份特殊的文件，叫活计档。这是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用品采购的账本，本来没人重视，但仔细研究后发现了惊人的秘密。雍正晚年，圆明园大量采购炼丹材料，木炭、白煤、硫磺、黑铅、水银、朱砂，这些都是炼制丹药的原料。更有意思的是采购的时间和数量。雍正13年，也就是他死前1年，购买黑铅200多斤，死前2个月又购买黑铅157斤，死前1个月再次购买大量朱砂和水银。这说明什么？雍正在大量服用丹药，而且越到后期剂量越大，而黑铅、朱砂、水银这些都是有剧毒的重金属，所以真相开始浮出水面。雍正很可能是中毒而死，不是被人下毒，而是自己给自己下毒。他沉迷炼丹术，长期服用含有重金属的仙丹，最终毒发身亡。但这里又有一个问题，雍正是个理性的改革家，精明的政治家，为什么会相信炼丹这种迷信？一个日理万机的皇帝，为什么会把生命托付给几个江湖道士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了解雍正的活法，他是怎么把自己逼到绝境的。如果你觉得现代人工作累，那你一定没见过雍正皇帝的作息表。雍正的一天是这样的：凌晨3点半起床洗漱，早上开始批阅奏折，上午处理军机大事，中午简单用膳，继续工作，下午接见大臣处理朝政，晚上继续批奏折，经常工作到深夜2点。算一下，每天工作17到18个小时，一年只休息1天，就是自己的生日。现在的996在雍正面前简直是小儿科。他是007，雍正的工作量有多惊人？据统计，雍正在位13年，批阅汉文奏折35000多件，满文奏折6000多件，亲笔批语超过1000万字。1000万字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14部《红楼梦》的字数。更要命的是，雍正不是简单的批知道了准奏，而是认真回复。有的批语比奏折本身还长。比如有个叫田文镜的河南总督，雍正给他的批语经常是这样的：你这个人真是看透了，能力有，就是太较真，容易得罪人，但朕就喜欢你这个较真劲儿。那些巧言令色的官员，朕见得多了，倒是你这样的直肠子，让朕放心。这哪里是皇帝批奏折，分明是在写信聊天。从批语中可以看出，雍正是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会暴躁，会深情，会狂傲，也会幽默，但同时也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孤独。深夜时分，一个人面对成堆的奏折，用笔墨和千里之外的臣子交流。雍正为什么这么拼命？不是因为他天生工作狂，而是因为他接手的是个烂摊子。康熙晚年，帝国已经千疮百孔，国库空虚，只剩800多万两银子，连军饷都发不出，
吏治腐败，各级官员层层贪污，国家财政被掏空。西北战事，年羹尧在青海打了10几年仗，军费如流水，朋党林立，九子夺嫡留下的政治创伤，官场分裂严重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雍正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燃烧自己。他像一台永不停息的机器，拼命工作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因为他知道，一旦停下来，这个庞大的帝国就会崩塌。身体的代价很快显现。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戴眼镜的皇帝，长期看奏折，让他眼睛老花。他经常抱怨腰背疼痛、手腕酸痛，这都是长期伏案工作的职业病。更严重的是心理压力，高强度的工作摧毁了雍正的免疫系统，让他变得多疑、易怒、焦虑。他在批语中经常流露出疲惫，日夜操劳，无时获息。岂料想做皇帝如此累人，但是身体的疲惫还可以通过休息来缓解，心里的疲惫却无药可医。雍正面临的不仅是工作压力，更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、谩骂和攻击。这些精神上的摧残比身体的劳累更加致命。他最大的心病是什么？皇位的合法性危机。民间一直怀疑他是篡位而来的，这个心病有多要命？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凌迟，让一个理性的改革家最终投靠了炼丹术这根救命稻草。如果说工作劳累只是摧毁了雍正的身体，那么皇位合法性的质疑则是对他精神的慢性谋杀。雍正最大的心病源于九子夺嫡留下的后遗症。康熙晚年，9个儿子为了皇位打得头破血流，雍正最终胜出，但胜得并不光彩。他是靠政治手腕和阴谋诡计，而不是父皇的明确喜爱。更要命的是，康熙的死亡时机太巧了。1722年12月20日，康熙在畅春园突然驾崩，只有雍正一个人在场。遗诏宣布传位给雍正，但其他皇子都不在现场，无法验证真伪，于是谣言四起。谣言一：篡改遗诏。民间流传说，康熙的遗诏本来是传位14子，被雍正改成了传位于4子。虽然这个说法漏洞百出，清朝遗诏是满汉蒙3种文字，不可能只改汉文，而且繁体字时语根本不像，但民间情绪化的选择相信。谣言二：弑父篡位说。雍正在康熙的药里下毒，毒死了亲爹。虽然没有任何证据，但对雍正的忠孝形象是巨大打击。这些谣言有多伤人？对于自尊心极强、完美主义的雍正来说，这简直是精神酷刑。他本来就因为得位不正而内心愧疚，现在全天下都在怀疑他、谩骂他，这种压力可想而知。雍正试图辩解，但越解释越糟糕。他下令编写了《大义觉迷录》，详细驳斥各种谣言。但这本书反而成了官方认证的八卦合集。原本很多人不知道的谣言，通过这本书传播得更广了。这就像现在的辟谣效应，越辟谣，谣言传播得越快。更残酷的是家庭关系的破碎。雍正的生母德妃明显偏心14阿哥，兄弟之间更是剑拔弩张。8阿哥、9阿哥被雍正囚禁，改名为阿奇那、塞斯黑。想象一下这种孤独，全天下的人都在骂你是篡位者，连亲妈都不疼你，兄弟们恨你入骨，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手里的皇权。但皇权越大，孤独越深。这种长期的精神压力导致雍正出现了明显的躯体化症状，喜怒无常，动不动就大发雷霆，然后又后悔，疑神疑鬼，总觉得有人要害他，对任何人都不放心，失眠多梦，经常半夜惊醒，害怕有人要杀他，记忆力下降，经常忘记自己说过的话。最要命的是，这些问题无法通过世俗手段解决。皇权、
财富、权谋，雍正什么都有，但就是无法消除内心的恐惧和愧疚。凡间的力量已经无法拯救他了，他需要寻求超自然的帮助。于是，雍正把希望寄托在了道教炼丹术上。那些江湖道士告诉他，皇上您服用我们的仙丹，不仅能长生不老，还能获得神仙一样的智慧和力量。对于一个被现实折磨得精疲力竭的皇帝来说，这种承诺太有诱惑力了。他渴望超越生死，渴望获得绝对的力量，渴望摆脱人世间的所有痛苦。炼丹术给了他这种虚假的希望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那些仙丹实际上是夺命的毒药。一个精明的政治家，一个理性的改革者，为什么会相信炼丹术这种江湖把戏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他已经被逼到了绝境。想象一下雍正晚年的处境，身体透支，精神崩溃，四面楚歌，孤立无援。凡间的一切手段都试过了，权力、财富、威吓，通通无效。民间的谣言还在传播，身体的疾病越来越重，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。这时候，如果有人告诉你，有一种神药能让你返老还童，精力充沛，还能获得神仙一样的智慧，你会不会心动？雍正心动了。活纪档清楚地记录了雍正晚年对炼丹的沉迷。雍正10年开始，圆明园大量采购炼丹材料，木炭用于炼丹炉加热，白煤提高炉温，硫磺、黑铅、水银、朱砂是炼丹的主要原料，各种药材、人参、鹿茸、海狗肾用来配伍。关键的是，雍正身边聚集了一批道士。张太虚号称能炼制长生不老药，王定乾专门给皇室炼丹，贾世芳据说能治百病。这些人很会抓住雍正的痛点。雍正抱怨精力不济，他们就说，皇上您服用我们的金丹，保证精神100倍。雍正说记性变差，他们就说这是大补脑神丸，专治健忘。雍正担心身体虚弱，他们就说这是龙虎丹，能让皇上力大无穷。更狡猾的是，他们会利用雍正的政治需求。皇上，您服用仙丹之后，不仅能长生不老，还能获得超凡的智慧，治国理政更加得心应手。到时候那些质疑皇上的人都会心悦诚服。这些话简直说到雍正心坎里了，他太需要这种超自然的力量来证明自己了。如果真的能通过仙丹获得神仙一样的能力，那所有的质疑都会烟消云散。于是雍正开始大量服用丹药。但这些仙丹的实质是什么？现代科学分析表明，那个时代的丹药主要成分是水银等神经毒素，会导致震颤、幻觉、性格改变。铅等重金属毒素会损害大脑和肾脏，硫磺等刺激性物质会导致皮肤溃烂、呼吸困难。朱砂剧毒会导致中枢神经系统损伤。这些物质的组合就是慢性毒药。初期服用时，重金属会刺激神经系统，产生虚假的亢奋感觉，精神异常兴奋，感觉力大无穷，似乎真的有了神仙般的能力。雍正误以为这是药效，甚至把仙丹送给信任的大臣。他曾经给军机大臣鄂尔泰送过益寿丹，在信中说，此丹修和不易，朕日服一粒，精神甚佳，尔可服之。可怜的鄂尔泰收到圣药后，根本不敢不吃，只能硬着头皮服用。好在他比较谨慎，每次只吃一点点，这才保住了性命。但雍正就没这么幸运了。随着服用时间的延长，重金属的毒性开始显现，情绪暴躁，动不动就大发雷霆，肌肉震颤，手脚不由自主地颤抖，幻听幻视，经常看到或听到不存在的东西，牙齿松动，这是重金属中毒的典型症状。记忆混乱，经常忘记刚说过的话，
这些症状和史书记载的雍正晚年状态完全吻合。更要命的是，雍正陷入了恶性循环，身体越虚弱，就越依赖丹药，丹药的毒性越强，身体就越虚弱，就像现代的毒瘾一样无法自拔。雍正死前的最后1个月，活记档记录了大量黑铅的运入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雍正已经感到了恐慌，加大了服药剂量，试图用更多的仙丹来对抗身体的虚弱，但这等于是在加速自杀。1735年8月，雍正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，长期的疲劳加上重金属中毒，他的心脏变得极其脆弱，只需要一个小小的诱因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。那个诱因很快就来了。1735年8月21日，雍正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，但这一天他的状态明显不对。据起居注记载，雍正在处理政务时多次停笔说感觉头晕目眩，下午接见大臣时好几次话说到一半就停住，像是忘记了要说什么。晚上他照例服用了仙丹，但这一次剂量比往常更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感到身体越来越虚弱，迫切希望通过加大药量来补充能量。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。当天夜里，雍正开始出现严重的中毒症状，剧烈的腹部绞痛，全身肌肉痉挛，呼吸急促，大汗淋漓，意识开始模糊。22日，雍正的病情急剧恶化，御医们被紧急召来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雍正服用了什么，只能按照常规的方法治疗。而对于重金属中毒来说，这些传统疗法不仅无效，还可能加速死亡。雍正在痛苦中挣扎了整整1天，他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，清醒时会喃喃自语，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。有人听到他在说：“朕还有很多事没做完，朕不能死。”8月23日子时，雍正进入了弥留状态。这是一个58岁的疲惫老人最后的时光，他的心脏因为长期过度工作已经极其脆弱，现在又承受着重金属毒素的攻击，随时可能停止跳动。想象那个场景，圆明园九州清验殿内，烛光摇曳，雍正躺在龙床上，呼吸越来越微弱，他的周围站着太医、太监、王爷，但没有一个人能救他。在那最后的时刻，雍正想起了什么？是13年来夜以继日的操劳，是那些永远批不完的奏折，是九子夺嫡时兄弟相残的痛苦，还是民间对他的谩骂和质疑？或许他想起了那些仙丹，那些被他视为救命稻草的神药，最终成了夺命的毒药。那些信誓旦旦说要帮他长生不老的道士，实际上是一群江湖骗子。讽刺的是，到死的那一刻，雍正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他以为是劳累，以为是天命，却不知道是自己亲手给自己下了毒。子时3刻，雍正的心脏停止了跳动，没有刺客，没有政变，也没有惊天阴谋，只是一个被工作、欲望和毒素压垮的肉体在深夜悄然熄灭。这就是真相。中国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死于过劳和中毒的双重打击。他用13年时间燃烧了自己，拯救了一个濒临崩溃的帝国，但最终被自己的执念和无知害死。但真相往往没有谣言精彩，民间更愿意相信吕四娘的复仇故事，因为那更符合人们对善恶有报的期待。一个暴君被女侠砍头，比一个劳模皇帝累死在办公室更有戏剧性。于是历史选择了传说而埋葬了真相。雍正死后，真相和谣言展开了一场300年的较量。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掩盖，他深知父皇的死因不能公之于众，一个皇帝因为迷信炼丹术而中毒身亡，这对皇室形象是灾难性的打击。所以乾隆做了这些事，立即驱逐圆明园的所有道士，
并且永不许入园，销毁所有与炼丹有关的档案，封锁雍正死因的一切细节，对外宣称雍正是病逝，不许任何人议论。但是掩盖反而刺激了民间的想象，既然官方不说实话，那民间就自己编故事，于是各种版本的雍正死因开始流传。吕四娘刺杀说，宫廷政变说，太监毒杀说，妃嫔报复说。其中吕四娘刺杀说最受欢迎，为什么？第一，它具备完美的戏剧元素，美女、武功、深仇、复仇，比任何电影都精彩。第二，它满足了民间的心理需求，雍正活着时得罪太多人，大家需要一个替天行道的英雄来为受害者报仇。第三，砍头这个细节太有象征意义，让暴君无头而死，是对其尊严的极度践踏，满足了民间的复仇快感。第四，金头的设定充满讽刺，暗示雍正贪婪虚伪，连死后都要用黄金来维护面子。于是吕四娘传说战胜了过劳中毒的真相，成为大众记忆的主旋律。300年来，这个传说越传越神，越传越离奇，从最初的女侠复仇发展到后来的武功飞升，隐姓埋名，后代传奇，俨然成了一个庞大的民间文学体系。但是历史学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真相。20世纪80年代，活济党的发现为真相提供了关键证据。21世纪以来，更多的史料被挖掘出来，雍正中毒说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。然而真相的影响力远远不如传说。即使到今天，如果你上网搜索雍正怎么死的，排在前面的依然是各种民间传说，而不是史学界的研究成果。这说明了什么？人们更需要故事，而不是事实。冰冷的真相不如热血的传说更能温暖人心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人们需要英雄，需要神话，需要善恶有报的心理安慰。所以历史选择了传说，吕四娘成了永恒的复仇女神，雍正成了无头的暴君。这个组合比任何真相都更有生命力，更符合民间的价值观和审美观。但这对雍正公平吗？一个燃烧自己拯救帝国的皇帝，被塑造成死无全尸的暴君；一个因为过度劳累和愚昧迷信而死的悲剧人物，被编成了荒诞的复仇故事。历史有时候比小说更残酷，因为它不会给每个人一个公正的结局。当我们拨开300年的谣言迷雾，重新审视雍正的一生和死因时，会发现这个被误解的皇帝其实是历史上最悲剧的人物之一。雍正的悲剧在于，他夹在康熙和乾隆2个伟大皇帝之间，承担着最苦最累的终极任务。康熙留下烂摊子，乾隆享受现成果，而雍正只能在夹缝中燃烧自己。他的功绩是巨大的，整顿吏治，扫除贪腐，摊丁入亩，减轻农民负担，设立军机处，提高行政效率，平定西北，稳固边疆，充实国库，为乾隆盛世奠定基础。13年疯狂工作，雍正用自己的生命为大清续命了60年。没有雍正的改革，就没有乾隆的盛世。康乾盛世的坚硬脊梁，其实是雍正这个中间环节。但他得到了什么？生前被骂是暴君，死后被编成笑料。他的勤政成了残暴，他的改革成了祸害，甚至连死因都成了荒诞的民间故事。这对现代人有什么启示？第一，工作与健康的平衡。雍正的悲剧提醒我们，无论多么重要的事业，都不应该以生命为代价。996已经很累了，007绝对是在自杀，身体垮了，一切都没有意义。第二，理性与迷信的较量。即使是精明如雍正的人，在极度痛苦时也会失去理性，相信各种荒谬的神药。现代人面对各种保健品、神医、伪科学时，
要保持清醒的头脑。第三，舆论与真相的关系。真相往往没有谣言精彩，正义往往没有复仇爽快，但我们应该追求真相，而不是沉迷于爽文式的想象。第四，历史人物的复杂性。没有绝对的圣人，也没有绝对的暴君。雍正既有伟大的一面，勤政爱民，也有愚昧的一面，这才是真实的人性。最后，让我们为这个300年前最累的皇帝默哀1分钟。他虽然死得荒谬，活得委屈，但他的13年燃烧并非毫无意义。至少我们今天还能从他的悲剧中学到一些东西。而且相比300年前，我们是幸运的。我们有周末，有假期，有劳动法保护，我们有科学医疗，不会被江湖骗子的仙丹毒死。我们有褪黑素帮助睡眠，而不是靠批奏折到深夜。我们有互联网可以了解真相，而不会被谣言完全蒙蔽。所以珍惜现在的生活吧，不要像雍正那样把自己逼到绝境，也不要轻信任何神奇疗法。最重要的是好好睡觉，好好活着。